你给我站住！你还我儿子，你还我儿子，你还我儿子！我第一次把儿子交给你，人就没了！你还我的航航，你还我的航航！人都死了，你是他父亲，你是怎么保护你儿子的？哎呦，我的航航，我的航航，我的航航。顾伦啊，把那个后备箱东西拿出来啊！哎，这好像啊，就是丁丽丽家。哎，马拉松，哎，真是你啊！姐，郭伦，你们怎么在这儿啊？好巧啊！我们来看我嫂子。啊，你嫂子也住这个小区啊？好巧啊！是啊，你呢？啊，牛老上次不是说这个案子还有火灾之间有关系吗？我觉得好巧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所以我就实地过来考察一下。你们看，那就是丁丽丽的家。姐，我听说丁丽丽这房子是一个女人给买的。哟，你怎么知道？听谁说的？我来的比较早，所以我混了一下保姆圈，我听保姆们谈话的。哦，你可真厉害啊！在咱们法院，你别是说了，我最努力快饿死了，一块上去吃饭吧，走吧，马姐，走走走走，一块。我又不认识你嫂子，合适吗？我真的好玩，我减肥。都吃饱了吗？是吃饱了。酒足饭饱。我来。你别管，别管。唐导，您的手艺真的是太好了，怪不得祈愿他做饭也那么好吃。喜欢吃啊，以后就多来吃啊。哎呀，你别管。我来嘛。这次啊，多亏了他们兄弟俩了。哎，找地方坐啊。你别说啊，在这么高的地方操控这个无人机，啊，也不简单。这两个记者真的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是啊。真的好希望丁丽丽她没有犯罪，她可是我们这代人的偶像。哎，你看你这话说的啊，你可是个法官，要站稳立场啊。这个偶像啊，跟犯罪不犯罪是没关系的，对不对？是，知道，明白。好，我去干活。你说你们俩法官净干警察的事儿？一开始我对你姐夫这种认真积极的调查每个案子非常的不理解，但是我现在开始有点懂了。如果换在被告席那边的人是我也希望我自己可以碰到一个把我的生命当成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一样的法官。是吗？你好，你是米柔吧？不是，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我们怀疑你跟玉里城小区纵火意外有关，希望你跟我们回去调查。米柔，9月11号凌晨5点，你人在哪儿？玉岭城小区。这组照片是从你给我们的相机卡里找到的。说说吧，怎么拍的？在空中用无人机偷拍的。你还在掩饰？这个东西在哪放的？纵火罪，轻则3年，重则7年。那个黑子你应该认识吧？今天下午他全都交代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交代，我都交代，
我当时真的是慌了神了，毕竟引起了那么大的火灾，我没有敢在法庭上说实话。好，现在还不晚，你详细说说吧。那天又跟丢了。我说你们这帮狗仔啊，能不能多付出点时间，付出点精力，有点职业精神好不好？别拿了钱不办正事儿。知道了，你把定位发来，我这次保证拍到。这帮狗仔，米柔，你这一天都没吃东西呢，喝点水吧。别喝了，喝多了上趟洗手间就会错过价值连城的爆点新闻。哎，也是。来了，原来是去玉岭城花园小区。出发。那个就是丁力那家。那栋楼是吗？对。去这个楼顶。哎，好。哎，你这哪来门槛啊？这点人脉再搞不定，我还怎么吃这碗饭啊？哎，厉害厉害厉害！走。哎，屋里好像有个女的。放无人机。不行啊，有窗帘挡着，看不清啊。我来。你看。去把那个放了。哎，这就是你说的秘密武器啊？男女约会的时候啊，就是需要这种浪漫的氛围。这个呀，可以把他们吸引到窗边上来。太有创意了。好。好嘞，有料，收工。哎，得嘞。你说你都一姐了，还这么拼命？因为我要赚钱啊！赚钱怎么花？我要去中东，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战地记者。我将来一定要拍出最有人类意义和新闻价值的照片。好嘞。哎，咱把剩的烟花放了吧。行啊。走吧。我从来都是会清理完现场以后再离开的，但是那天，我看着天空中的烟花。不知道怎么了，我就想让它多绽放一会儿。我确实不知道火灾就是因为烟花造成的，所以我才在法庭上说了谎。我确实不知道烟花是造成火灾的因素，所以我没有敢说实话。都是怪我一时疏忽，才会害人不浅。
一可人，抱歉抱歉，你干嘛？大晚上有病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干嘛？案子还没判完呢，你干嘛要这么轻生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实在抱歉啊，实在抱歉实在抱歉，走走走。喂，妈。啊，我工作呢。嗨，我们这个职业哪有什么休息的？别，我求你了，千万别！啊，我相亲好傻呀，真的。谁说我没有男朋友了？工作就是我男朋友。行了，不跟你说了，我要跟我男朋友好好约会了，拜拜。哟，马拉松，你有男朋友了？齐安，你别动我了，我刚跟我妈说了，我说工作是我男朋友。哎呀，难怪你妈替你着急，你也是应该有个男朋友了。像你这么大的女孩啊，一般都在谈恋爱啊，下了班以后，不是逛街就是看电影。我是一般的女孩。你不是一般的女孩，你是事业心超强的女孩啊！除了工作还是工作。现阶段我就只想好好工作。我还希望有一天可以超越我的榜样呢。哦，超越你的榜样？你的榜样是谁啊？你可别说是我啊！我没说是你，我就回头看你，我又没有说话。我只是回头看一眼。哎，那是不是王默啊？哎，还真是。心态放好点啊，一切都会过去的。辛苦你了，同志，加油！王默。哎，王默，什么情况？你们怎么会来？就刚才，易可人站在马路中间撒纸钱，然后孩子也流产了，老公也去世了，所以一时想不开，这不正好交警赶到，才把他护送回去吗？我怎么听那群人说这儿还有跳桥的？就在咱们法庭上杵着拐的那个洪叔，他的老婆、孩子，还有他跟前妻生的那儿子，全都死车里了，唯独他一个人活下来。所以他前妻找着他，指着他鼻子破口大骂，说你为什么还有脸活着？这一会儿想不开，从桥上跳下去。跳桥，后来呢？这还好没事儿，有一艘船经过就把他救上来了。哇，好险好险好险！哎，你这大晚上的一个人怎么来这儿了？这不是为了咱们这个案子睡也睡不着，所以想着出来溜达溜达吧。莫名其妙就走到案发现场来了。一样，我也睡不着，我脑子里全都是丁丽丽的案子，然后我就莫名其妙走着走着就走到她小区，遇到齐院了。是啊，看来咱们都是为了这个案子。你说这一个案子破碎了多少家庭？这不刚刚差点又死2个吗？齐院，咱们就是为了这些受害者的家属，也一定要好好的判这案子。王默，我得纠正你一下啊，咱们要客观公正，不能啊受情绪的左右，不能咱们可怜谁就给谁判案，对不对？咱们是法官，维护的是法的尊严，客观公正，才能对得起那些啊可怜的人。是，明白了，齐院。走吧，都这个时间了，给个机会，请咱齐院吃个夜宵吧。顺便带上小马同学。你敢不带？听者有份。好，我车在那儿，上车。走。而且，我也特别担心，以后万一遇到那些有杀人意图的人，他们选用汽车，那汽车岂不是就变成了杀人减刑的工具了？啊，你们的心情啊，我理解，咱不要被主观情绪啊带着跑。我们先看一看，首先这个丁丽丽，主观上到底是故意，还是呢过失？你看啊，她先撞上了第一辆车之后，失控，然后又撞了第2辆车。这段时间里，咱们暂定为啊，他是过失。
但是他没有把车停下来，或者是减速，而是继续行驶。这属于什么？这已经能算是肇事逃逸了。接下来的情节呢？直到撞上了下一辆车。这个情节算什么？这种性质和后果已经是交通肇事罪所不能涵盖的范畴，而已经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了。但是故意继续驾驶和故意拿车瞄着人撞，是不是还是有点不同？对，咱们来看一下啊，发生车祸以后，他这个车内啊，这个档位的形态是什么？这是在倒档。对，在倒档上，咱们就可以推测呀，他当时没想把这个车停下来，他想把车倒出去，还想继续行驶。从客观上来讲，他不能再继续行驶，而被迫停了下来。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啊，他的主观意识上还是想逃离现场，对不对？还真是这样。哦，从这些情况来看，我认为应该给他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我复议。我同意。好，那么咱们谈一下量刑。首先，无证、超速、酒驾、逃逸，性质已经十分恶劣了，并且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情节又十分严重，加上是明人犯罪，又具有一定的社会示范意义，所以以上面这几条看来，咱们应该判他死刑。可是要注意一下，辩护人他提到2点，第一点，那就是有记者追击；第2点，是被告人他是存在抑郁状态的。这2点客观的事实我们要注意一下。但是你看丁丽丽在法庭上丝毫没有任何想悔罪和认罪的态度，直到最后她的母亲站出来帮她说了几句话。虽然这个丁丽丽啊积极地提出了经济赔偿，这也符合减轻量刑的情节，但是啊，我觉得这个案子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性极大，所以我认为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经审理查明，现本院判决如下：齐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丁丽丽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事实及罪名成立。本院为严肃国法，维护公共安全，对被告人丁丽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5条第1款判决如下：被告人丁丽丽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庭院，你是要去看守所送判决书吗？是啊，我也想去。走。太阳之下，皆有阴影。社会各方面的法律意识还需增强。作为一个成年人，有必要理性思考。面对社会不和谐的音符，不要忘记自己最初是一个怎样的人。原来判决书上还能写这种东西啊！我不上诉，我伏法。其实啊，你也没必要自暴自弃。如果有重大的立功表现，
也可以争取减刑。丁丽丽，通过这一次审判，你心里有什么真实的想法？成名以前，我也就7、8个朋友。自从成名以后，每天都有70、80个人等着跟我交朋友。我是属于一夜成名。从我一出道，我就认识到，只要乖乖听公司的话，我就能红。只要红了，我就能赚大钱。但是没想到的是，成名以后，我发现我都不认识我自己了。我不知道我是谁，我好像变成了一个公司赚钱的机器。我就像是公司设计包装的一个商品，所以我愤怒，我迷失，我被欲望吞噬了，也就成就了我现在的兽性。我用这种兽性来对抗外界对我的伤害。但是我忘记了兽性背后光明的一面。明星啊，有时候要承受普通人承受不了的压力，但是呢，他也能得到普通人得不到的所得。难道你得到的只有痛苦吗？我做公益，第2天就有人骂我作秀。我去帮助陌生的人，给他捐款，第2天就有无数的电话打过来，跟我哭穷诉苦。有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仿佛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觉得特别孤独。其实不是这样的，真正喜欢你的人有很多，远远多过那些算计你的人。喜欢我，喜欢我，也不过是踏着我的尸体欢呼罢了。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了解我，也没有人关心我。直到在庭审上，我看到你们在认真地为我辩护，在为我讨论。我仿佛体会到了一种被尊重、被在意，一种久违的人间尊严。你真是这么想的吗？是的，而且我要谢谢这次庭审，还让我体会到了我很久很久都没有体会到的母爱。丁丽丽，我想告诉你，有许多人，他们是真的欣赏你的才华，真的喜欢你这个人的。谢谢你们。谢谢。
西院有一封明信。哦，好，谢谢你啊。政法大学95级硕士生精英20年，再聚首同学会。20年喽，20年。来，喝一口。哎，别喝，怎么了？这次我可不算认输啊。好，是，你没有输，你从来没输过啊。但是我也没有赢，对不对？我听说丁丽丽这个案子，你是免费给做的啊，大气啊！我图个名呗。图个名啊？我可不相信。虽然我们这20年啊没怎么联系，但是我最了解你，你无利不起早。那是以前，现在你还真不了解我。肺癌，肺癌，我得了肺癌。你得了肺癌？你别闹了。我跟你开什么玩笑？在帮丁丽丽辩护之前查出来的。真的？这人生的期中考试啊，我还没输。友谊万岁！友谊万岁！老朋友怎能忘记掉过去的好时光？鹿港18号非法载客。一行8人，4人失踪，1人死亡。来，大家看这边，来。
1、2、3。哎，姐，跟你说一声，我上船了啊。哎，因为我海上没信号，我先关机了。你放心吧，我一定多拍照片啊。哎，再见。哎，那位哥哥，你怎么那么害羞啊？哎，我发现你好像像一个人。你要吓死我呀！我就看看你拍的怎么样，我偶尔也玩玩摄影。潘老大刚才说了，一只船上只能有6个乘客。你什么时候上来的？我也刚上船。兄弟争夺，相逢是缘，以后也是朋友了啊！多多关照。非得着急忙慌的，这么黑漆漆的要上岛。说岛上的菩萨特别灵，未来一定生儿子，咱们就忍忍吧。行，忍一忍。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席。报告审判长，庭审准备就绪，可以开庭。好，请大家就坐。现在开庭。待被告人郑铎上庭。被告人郑铎，你再详细的复述一下，鹿港18号离港以后发生了什么？你们为什么没有到达登仙岛？那天啊，先是出了点意外。看到5号，我是鹿港18号啊，收到请回答，前方情况怎么样？登山岛5号。没事，这就是信号不太好。你船喝多少碗酒啊？晃这么厉害能出海吗？登山岛5号，收到请回答。你踏实坐着吧啊！我告诉你，我航海几10年了，这点风能算什么？我保证把你们都送到登山岛去啊！登山岛，不是谁家到不了。啥？登山岛5号？你说什么？啊？什么没有蛇蝎上不了？没事，你踏实坐着，没事，坐着，没事了啊！风要再大了，等会儿回去啊！坐着。所以你们的卫星电话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坏了。我们一开始以为真的信号不好，后来才知道是坏了。被告人继续。不用你，我来，手放开。没事吧？没事。登仙岛5号，收到这个，收到，请回答，前方情况怎么样？明白。
返航，返航！哎呀，怎么走不了啊？你放心，我跑船几十年了啊，保证把大伙送到地方。都进去吧，一大的活动，活动愉快。进去，快！退什么退呀？啊，我保证你通道不就完了吗？你确定能到登仙岛吗？没问题。哎呀，快进去！你大了，活动，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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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这他妈风浪这么大，这破船靠不靠谱啊？兄弟，你不是专业潜水的吗？也怕这风浪？哥们儿，我是潜水的，我又不是鱼。别害怕，没事的，有我呢。没事吧？没事吧？他额头流血了，这样不行，得赶快止血。我船长那手里有医药箱。别去了。外面风浪那么大，太危险。你瞅人这，我去。哎，班长，收到，请回答。把卫星电话给我。什么？卫星电话给我！风浪这么大，去不了了，马上返航。你说什么呢你？啊？海山村快你了解吗？我跟你说，趟过这个风暴圈就风平浪静了。再说了，回去我这船票谁管呀？我老子命要紧还是船票要紧？信不信我弄死你？你小子还敢威胁我？我告诉你，这船是我的，我说了算。你要忘了我把你们喊你威胁，他妈试试！我看你还。啥？船长死了？还他妈坏！小子，你还上过海事学校？会不会开船？我是上过海事学校，我不会开船。你不会开船呀？那船长都已经死了，我不动。我还没弄死，我还没生儿子呢，老婆，对不起啊。船长死了，你们都知道。救生衣。小子，我问你，这船上有救生衣吗？这种船上肯定有救生衣啊。
上哪儿？那儿呢？你，啊，找出来。好。就一件儿。拿过来。这救生衣是我的。求人拿着救生衣出去之后呢，我们跟着跑了出去，就看到。你别动他，我们很高兴的。救生衣给我，就一个，我给你。别打了！怎么办？去啊！我死我天啊！被告人齐文静，救生衣后来被谁拿走了？胡白。后来呢？后来，王贵就冲了进去。我说这位朋友，别躲呀！你能躲哪儿去？别躲了。这点地方你也躲不住啊！来来来来，出来出来出来，聊聊咱们啊！别紧张，来，聊聊，来出来！你说你跑什么呀？啊，我的救生衣啊，你把它抢跑了啊！我不要死不了，这船现在不是还没沉呢吗？你穿它干什么？啊？干啊！反正我已经杀2个人了，再杀1个也不多。你们都给我听好了，现在他们这船上我是老大，他妈不听我的，这就是下场。王贵让我们把血迹擦干净。他跟我们说，听他的话，他就不杀我们，能够顺利的到岸，他就一跑了之。他还跟我们说，不听话，现在就杀了我们。我们因为特别害怕，所以把他的尸体、刀，还有行李什么的，都丢到了海里去了。王贵是被你们杀死的，那你的丈夫刘凯又是怎么死的？
他疯了，我们好像完全失去了航向，在海上漂流了好几天，也没有人来救我。怎么了？我老公不见了。老公，你干什么呢？我看见了。你看见什么了？岛。他说他看见岛了。什么岛？在哪儿呢？就在那儿呢，看到了吗？那哪有什么岛？老婆，我们得救了！我穿着救生衣，我可以游过去的。我到那个岛上叫人来救我们。你放心，我会回来救你们的。你快下来吧，那没有什么岛，你会死的，你快下来。有的，就在那儿，你看不见吗？你们瞎了吗？不是，那儿真的什么都没有啊！你快下来吧。最后一下水都喝完了。我们在海上已经喝了4天，那明明就有一个岛，你们说没有？你们是瞎了吗？你们肯定都瞎了！你帮我救他下来。刘凯，那什么都没有，那根本就没有岛。你快下来吧，太危险了！你们都疯了！哎，你干嘛呀？你干嘛？哎，不去了。事实陈述就到这里，下面是举证质证，由公诉人开始。好的，审判长，请合议庭先翻到证据项第1页，这是一份证言。作证者呢是案发当天与鹿港18号在海上相遇的登仙岛5号的船长莫海生。由于他本人无法到庭，所以公诉人将这一份笔录呈上。可以证明，案发当天，鹿港18号的确与登仙岛5号在海上相遇。船长莫海生曾劝鹿港18号返航。何守义对自己多年航海经验的自信，最终他决定冒险前往，最终才导致了杀人事件的发生。第2份证据是根据海事卫星的定位数据绘制的航海路线图。通过这张航海路线图可以看到，鹿港18号在驶离了码头之后，的确是朝着登仙岛的方向驶去。那在航程一半的时候，碰到了登仙岛5号船，不过仅仅过了10分钟，鹿港18号的信号就消失了。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海事警察隔了半个月才找到他们的原因。为什么鹿港18号的信号会突然消失？公安机关检查了鹿港18号上的卫星信号发射器，发现是线路进水导致的短路，应该是机械故障。那有没有可能是人为关闭的？这不大可能。首先，卫星信号发射器的开关被调在开那一档，也就是说，当发生故障的时候，它应该是开着的，而没有被关闭过。其次，在设备上只能够提取到船长何守义的指纹，而提取不到任何其他人的指纹，所以呢，应该没有被动过手脚。第三，在设备的插座以及电线附近都发现了进水烧灼的痕迹，而且包裹电线的橡胶皮本来就有一点老化，所以大致认定是漏雨进水导致的短路。
最终确定是机械故障，而不是人为的关闭。请可以停，翻到卷宗证据项第10页。下面是一组案发现场血迹的照片证据。通过发光胺的呈现，在船舱内的地板上发现了被害人胡白的大量的血迹，这也与3名被告人描述的胡白是在这里遇害的情形相一致。其次，在船头的栏杆上也发现了大量的血迹，被证明是船长何守义的。那这也与3名被告人描述的何守义是在这里被捅杀的情形相一致。另外，在船头的甲板上也发现了大量的血迹。虽然现在还不能够确定这滩血迹是谁的，但这也与3名被告人描述的他们是在这里联合杀死王贵的情形相一致。为什么不能确定血迹是谁的呢？是这样的，其余6个人的血样都很容易采集，而且也匹配成功了，唯有王贵，在公安机关的信息数据库里查找不到关于此人的任何的身份信息，所以没办法进行血样的比对，只能够排除是其余6个人的血迹。但是，据3名被告人供述，在他们最初登船时，在船头甲板上没有看见过血迹。那为什么没有王贵的信息呢？公诉方怀疑此人使用的是假名，但是现在人死了，尸体也消失了，所以没办法进行考证。在血迹报告的后面是法医的鉴定意见书。首先是在发现了鹿港18号附近海域的某个荒岛上找到了刘凯的尸体，经鉴定身上没有发现其他的伤口，所以可以确认为溺水身亡。其次就是船上各处血迹的分析报告，那通过失血量来判断，胡白和王贵可以被认定为死亡。用于杀死王贵的那把弹簧刀上的血迹分析报告，为什么没有？那把弹簧刀丢失了。据被告人郑铎供述，当海事警察发现他们的时候，他非常的兴奋，急于脱险，所以在登上海警船时，不小心那把弹簧刀就掉到了海里。那虽然后来警方也搜索了附近的海域，但始终没有办法找到。审判长、审判员，3名被告人郑铎、齐文静、林宇的犯罪事实已经在起诉书中明确的认定，而且也为今天法庭的调查所证实。3名被告人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亦供认不讳，他们承认是出于恐惧而联合杀死了被害人王贵，所以根据相关的法律，应当判处3名被告人故意杀人罪。在审查此案中，3名被告人对自己的犯罪事实能够如实的交代，而且均有悔罪的表现，所以请合议庭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性质，以及考虑到3名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和当时当地的客观环境，依法给予公正的判决。辩护人有什么辩护意见吗？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根据事实和法律，辩护人发表如下辩护观点。关于事实的认定，辩护人提醒合议庭注意：我的当事人郑铎只是让齐文静扎伤王贵，而并不是杀死王贵。没想到齐文静失手杀死了王贵，所以郑铎不应该对王贵的死亡负有责任。关于适用法律，被害人王贵之前已经杀死了船长和另外2名乘客，他也有很强的动机杀死剩余的2名乘客灭口。在这样的情形下，我的当事人郑铎想要制服王贵，属于典型的正当防卫，不应属于故意杀人范畴。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公诉方所提出的罪名不适用于我的当事人郑铎，请求人民法院根据事实情况，依法免除我当事人郑铎的刑事责任。
老总，他说他的事儿还指望着您帮衬着，说要不然的话，他怕自己在警察那边管不住自己的嘴。就这些吗？他要求我一定把这段话完整的带给您。下回啊，你去看守所见你的当事人的时候，你也转告他，让他戒牢。没有人能够要挟我。他还说啊，他对罗总绝对有用，不光是10年来如此，而且会将是永远。去啊，赶紧坐。今天这个合议庭到底是什么看法啊？你们？虽然有些地方呢还不完善，你比方说那个杀人用的弹簧刀，始终没有找到，其他方面也听不出什么毛病。我反而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所在。什么问题？其实可以支撑此案的仅仅是3名被告人的供词，那些所谓其他的物证也只是血迹。可是这些血迹仅仅可以证明这些人是在这些地方被杀死的，能够证明是谁杀死的吗？甚至说还有王贵手里那把短刀，有没有可能王贵手里根本就没有短刀？反正他已经失踪了，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推到他脑袋上。还有，我们在船上根本就没有发现刘凯的血迹，难道这就一定证明说他是自己跳海的？有没有可能他是被别人扔到海里去的？这也只是我的一种推断可能性而已。万事皆有可能，但这仅仅也只是可能。话里有话啊，怎么讲？证据。关键是证据。事实需要证据来印证。杀人呢，一定是有动机的。经过调查，这3个人的供词已经得到了相互的印证，而你刚才的这些推测，请问证据在哪里？动机又是什么？暂时还不知道。我看大家说的都很好，这个案件呢，基本上事实呢已经很清楚了，3名被告呢都已经认罪，而且他们的口供是高度一致的，公诉机关提起的诉讼呢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你但是什么？不是，我听过一句至理名言，就是但是之前的都是废话，但是之后才更加重要。得，还一套一套的。闭嘴。七儿，你刚才的但是是？我刚才的但是啊，咱们说好了，我刚才的但是，前面那些话，啊，可都不是废话。这个但是呢，我有一些疑问。第一个我想说的就是卫星电话。我想问一问大家啊，这个何守义在船上他是怎么死的？他是在甲板上打电话，然后被王贵刺中胸口，推下去的。妈，老子命要紧还是船票要紧啊？信不信我弄死你？你小子还敢威胁我？我告诉你，这船是我的，我说了算。你要是不听话的话，把你扔海里喂鱼去。你他妈试试！我操，你还！是何守义，当时手里拿了电话，那他掉到海里的时候，电话跟那人一起掉海里了？不对，供述里是说，王贵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是拿着海事卫星电话的，而且反复确认电话确实是坏的。可是我有个问题啊，你们说就在这一瞬间，他是怎么把电话夺过来的？当时天那么黑，船又在摇，争夺没有看清楚，也完全有可能啊。或者另外一种可能就是，
王贵在把何守义推下海之前，先把电话从他手里夺过来了。这个细节有时候啊，记混淆啊，记得不对，甚至是忘了，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要把这些细节记得清清楚楚，丝毫不差，甚至3个人的口供都是高度一致，说明什么？这3个人的供词严丝合缝。在什么样的情况下，3个人的证词严丝合缝？高度一致，串供。当然，也不能说他们的口供啊是一致的，我们就说是串供；口供不一致，我们就说人撒谎。我还是那句话，案子到我们法院，如果我们在这个案子有漏洞的情况下，把这个案子给判了，那就是我们法官的责任。你们别忘了，我们法院是守住公平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当然啊，我们坐在法官的这个审判席啊，就要尊重一切可能发生的可能性，善于啊找出这些小问题，即使这些小问题呢，不能代表着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对案件产生重大的转折，但是呢，它也能训练一下我们的思辨能力嘛。齐院不愧是干过公安的。齐院，如果，我是说如果啊，如果我们今天的推断都是正确的，那他们3个人就是在说谎。那我们这案子应该怎么判呢？如果，什么意思呢？这个如果说的啊，就不是事实。今天我们大家都是推测，没有确实的证据来证明他是在撒谎的。所以啊，一切都要以庭审当中的证据和陈述的事实做客观的审判。思辨精神啊，咱们要有，但是不要有主观的臆断，主观的臆断会影响正确的审判。下班。下班。马浩松，齐院长在吗？哦，我刚好像看到他刚走，怎么了？嗨，这有他的信。你是不是不知道他办公室在哪儿？对啊。你给我吧，来，我给你送。好嘞，谢谢啊。客气。这么多。哟，张院，怎么了？好像电瓶没电了。啊，你怎么能会修车呢？我给你找一个人。不用，我找4S店了。哦，找完了是吧？哎呀，忙你的吧。好。电话哪儿去了？哇！喂，你好，这是齐恒的手机。